它就长在你家墙角边，蹲在花盆的缝隙里，趴在马路的水沟旁，钻出柏油路的裂缝，在你的鞋底下被踩成绿色的汁。你每天从它身上跨过去，从来没多看它一眼。园丁见了它要拔，菜农见了它要除，整个现代社会都把它当成最该死的杂草之一。可你知道吗？这种被踩在脚底下的小东西，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全球最常用的药用植物之一，被冠以全球万灵药的称号。它被美国畅销书《杂食者的两难》作者麦可波伦称为全世界最有营养的2种植物之一。最离奇的是，2022年8月，耶鲁大学的科学家们震惊发现，它竟然违反了植物学的基本定律，硬把2种完全相反的光合作用机制塞进同一片叶子里，创造出生物学上几乎不可能的奇迹。而它叫做马齿苋，台湾人喊它猪母奶，闽南阿嬷喊它猪母乳，客家人叫它猪母草，北方人叫它长寿菜，又叫五行草，因为它的叶子青、金、红、花、黄、根、白种子黑，5色齐全，刚好对应金木水火土。光从这个名字你就能感受到古人对它的敬意。明明是长寿菜，明明是万灵药，明明是奇迹植物，可为什么一代又一代，我们却把它当成喂猪的饲料，当成田里最讨厌的杂草？这背后藏着一个横跨7000年的文明大误会。今天我们就好好把它挖出来看看。故事要从希腊克里特岛说起。20世纪50年代，一位叫做安塞尔基斯的美国科学家做了一个直到今天还被全世界引用的大型研究，叫做七国研究。他想搞清楚为什么有些国家的人老得慢，心脏病少，活得久。他派出研究团队比较七国饮食，从美国、芬兰到南斯拉夫、意大利、希腊、荷兰、日本，挨家挨户称食物，抽血追踪几十年。最后他发现一个怪事，希腊克里特岛的居民心血管疾病发病率竟然比美国低了 90% 以上，整整低90%。这是什么概念？同样是吃喝拉撒，同样是2条腿一个脑袋，怎么差这么多？于是科学家们蜂拥而上，分析来分析去，最后给出一个听起来特别优雅的答案：地中海饮食，橄榄油。这就是长寿的秘密。橄榄油从此身价100倍，成了全世界保健货架上的明星。台湾人也跟着买，菜市场上的橄榄油从几百块喊到几千块。可这个故事如果就这样结束，那就太普通了。1980年代，当研究人员再次拿出当年克里特岛居民冷冻保存了30年的血液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了一个让所有人沉默的数据：克里特岛人血液中的 Omega-3 含量竟然是同期荷兰人的3倍。问题来了，希腊人并没有每天吃3倍的鱼啊，他们的鱼摄取量并没有比荷兰人多多少。那这3倍的 Omega-3 从哪里来？科学家们把目光重新投向克里特岛的厨房，这才赫然发现一个被忽略了几十年的细节。每一个克里特岛家庭的餐桌上，每一锅炖菜里，每一盘沙拉里，几乎都有一种叫做马齿苋的绿色野菜。他们把它凉拌、清炒、煮汤，甚至喂鸡、喂羊。马齿苋不仅进了人的身体，还透过鸡蛋、透过羊奶，再次回到了人的身体里。原来这座岛上的长寿密码根本就不是橄榄油在唱独角戏，而是一群被踩在脚下的杂草在背后默默撑起了3倍的 Omega-3。这也是为什么克里特岛的鸡蛋黄颜色金红，吃起来香气浓郁，跟工业化饲料鸡蛋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他们的鸡妈妈每天吃的就是马齿苋。于是在1992年，一位叫做阿尔忒弥斯西莫普洛斯的女科学家把这种被欧美人当成杂草的植物送进了实验室。她在美国营养学院期刊发表的那篇论文，至今仍是马齿苋研究的奠基之作。报告里写的数据令所有营养学家瞠目结舌。每100克新鲜马齿苋叶含有300到400毫克的阿尔法亚麻酸，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ALAN 型 Omega-3。这是什么概念呢？菠菜每100克约 0.89 毫克，红叶莴苣 0.31 毫克，
普通结球莴苣含量更是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马齿苋的 Omega-3 含量是菠菜的5到7倍，是普通莴苣的15倍以上。在所有陆地绿叶蔬菜里，这个数字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没有之一。西莫普洛斯后来甚至写了一本畅销书《欧米伽饮食》，把马齿苋捧成现代饮食缺陷的解答。但欧美主妇们翻完书，第一个反应竟然是那种杂草真的能吃吗？更离奇的是，马齿苋里居然还检出了极微量的 EPA。EPA 是什么？这可是深海鱼油里最珍贵的成分之一，几乎只存在于海洋生物和某些藻类里。陆地上的绿叶植物原本被认为根本不可能合成，可这株趴在地上的小杂草硬是违反常规，悄悄在叶子里藏了一点 EPA。所以当有人说每一片马齿苋的叶子比鲑鱼还营养，虽然就鱼油总量来说，鲑鱼仍然遥遥领先，但就陆生绿叶之最来看，马齿苋确实是地球上目前已知含量最高的绿叶野菜。它做到了一件其他绿叶蔬菜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把鱼才有的东西硬塞到了叶子里。对素食者来说，这几乎就是上天送来的一张免死金牌。故事到这里才刚开始。2022年8月，耶鲁大学的研究团队在顶级期刊《科学进展》发表了一份论文，题目叫做《一种整合 C4 加 CAM 光合代谢路径的空间解析》。这个题目看起来有点绕口，但里面藏着一个让植物学家谈起来的真相。我们在中学课本上都学过，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主要有3条路径，一种叫做 C3， 这是最古老最普通的，大多数植物都用，比如稻米、小麦。可在炎热干旱的环境下， C3 效率会大幅下降，于是大自然进化出 C4 路径，玉米、甘蔗就是代表。它们在高温下依然能高效合成有机物，但缺点是吃水。又于是大自然进化出第3条路径 CAM 仙人掌，龙舌兰就是代表。它们白天不开气孔，以免水分流失，晚上才开气孔吸收二氧化碳，这样即使滴水未进，也能在沙漠里活得有滋有味。但缺点是长得慢，产出低。请注意， C4 是高温高产， CAM 是耐旱低产，两者一直被科学界认为是水火不容、互相排斥的2种策略。就像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又是长跑健将又是举重冠军一样。过去40年来，植物学界普遍相信能拥有 C4 的植物就不会拥有 CAM， 反之亦然。可是耶鲁大学的2位博士莫雷诺、比利亚纳和周浩然把马齿苋叶子切片放到显微镜下，用基因表达空间分析技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看下去，结果发现了一个让他们直接从椅子上弹起来的真相。马齿苋居然把 C4 和 CAM 完全整合进了同一片叶子，甚至是同一个细胞里。 CAM 通路在夜间先把二氧化碳捕获，储存成苹果酸，白天再把这些苹果酸送进 C4 通路继续加工。简而言之，这只小杂草同时拥有玉米的高产特性和仙人掌的耐旱本领。耶鲁团队的资深作者爱德华兹教授说了一句现在被广为引用的话，这是极为罕见的特征组合，一种真正的超级植物，未来甚至可能成为设计抗旱抗热农作物的蓝图。是的，当全球气候变迁让玉米产量被预测在本世纪末下降高达 24% 的时候，这只被我们踩了几千年的杂草竟然可能是拯救人类粮食安全的关键物种之一。回头看看就会发现，大自然从来不是随便出题的，它早就在我们脚边埋了答案，只是我们连看一眼都嫌脏。中国科学院在2023年发表的后续研究更进一步指出，马齿苋之所以能做到这件事，是因为它的基因组里发生了多次基因复制，导致同一套酵素出现了2份，一份走 C4 路线，一份走 CAM 路线，互不干扰，平行运作。换句话说，这只小杂草是用基因组大爆炸的方式，硬生生在自己身上装了2台引擎。我们再往前推，继续挖马齿苋的历史。考古学家在加拿大安大略湖底的沉积物里发现了距今约700年前的马齿苋花粉与种子，远早于哥伦布抵达美洲的1492年。这推翻了原本以为它是被欧洲人带到新大陆的旧说法。而在更古老的考古遗址里，
马齿苋的种子甚至被推到了距今8000年前。8000年，那时候人类连青铜器都还没搞出来，古埃及人吃它、种它，把它写进法老的食谱里。古希腊的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把它当作清热利尿的重要药草。古罗马博物学家劳普林尼在他公元1世纪那本巨著《自然史》里郑重其事地建议罗马人佩戴马齿苋做的护身符，可以辟邪驱魔。古希腊药学家狄奥斯科里德斯把它列入消化道热症的常用药。古希腊名医盖伦则用它治疗口腔溃疡。中国对它的记录更早，最早的中药学经典《神农本草经》把马齿苋列入草部，当时叫做马苋，记载它味甘寒，主治青盲明目，除邪，利大小便，去寒热，久服益气力，不积轻身。注意这几个字，久服益气力，不积轻身，这在《神农本草经》里是顶级评价，意思是长期吃可以强身、抗击、延寿。整本书能被冠上这几个字的食材寥寥可数。唐代药学家陈藏器的《本草拾遗》写得更直白：诸种游木，捣开枝，破人涎，止消渴。消渴是什么？就是古人对糖尿病的称呼。也就是说，早在1000多年前，中国医家就已经发现马齿苋能调血糖。唐代诗圣杜甫在他的诗作《元官送菜》里也提到了它，可见当时马齿苋不只是药，更是文人餐桌上的寻常野味。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写，因为它的叶子比并像马的牙齿，而性质像苋菜般华丽，所以叫马齿苋，能散血消肿，利肠滑胎，解毒通淋，治产后虚汗。一句话，这是一颗几乎可以对应上现代抗发炎、抗血栓、降血压、降血糖、抗菌、保肝等大半个现代医学的草。希腊神话里甚至有它的影子。据说马齿苋的希腊古名叫做 Adrechne， 跟那个敢挑战智慧女神的少女阿拉克涅同音。阿拉克涅因为傲慢，最后被变成了一只匍匐爬行的蜘蛛。古希腊人看到马齿苋匍匐在地的姿态，就联想到了蜘蛛。于是这只小草背后藏的是一个傲慢与惩罚的悲剧神话。在圣经旧约约伯记第6章第6节，先知约伯有一句被翻译成中文是：物淡而无言，岂可吃么？菜汤岂有味呢？原文中那个菜汤，按照希伯来文，学者普遍认为就是马齿苋的粘液。可见早在数千年前，它就已经是中东与地中海餐桌上熟悉的食材。印度的阿育吠陀医典里，马齿苋是经典的良性药草，用来治疗口渴、发烧、皮肤红肿。波斯传统医学则把它磨成糊，敷在头上，用来治偏头痛、退高烧。印第安人到了现代，仍会在干旱季节把马齿苋晒成饼，当成过冬的储粮。到了18世纪末，美国第一夫人玛莎·华盛顿在自己的食谱里记载，要把马齿苋腌制起来，当成美味的小菜。19世纪的美国思想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隐居时，从玉米田里采来马齿，现水煮之后撒点盐，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一顿令人满意的晚餐。可讽刺的是，几乎在梭罗赞美他的同时，美国农业部已经悄悄把它列入了北美最恶名昭彰的杂草名单之一。同一棵植物一边被哲学家当作晚餐赞美，一边被官方盖上杂草的死亡章，这真的是植物界最荒谬的双重身份。那么问题来了，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中国，再到华盛顿夫人、梭罗，这么多文明同时看上一棵植物，为什么到了现代，它反而被打入了冷宫？答案其实有点扎心，跟我们先前聊过的人类肠道、人类大脑的演化逻辑是一脉相承的。在工业化农业真正起飞之前，人类的食谱是极其多样的。我们的祖先采集数百种野菜，捕食各种小动物，肠道里装着一座小型生态系统。Omega-3 和 Omega-6 在那个时候几乎是1:1的完美平衡。可工业化农业诞生以后，全世界的餐桌迅速被3-4种主粮垄断，小麦、玉米、大豆、稻米。为了喂饱暴增的人口，
农夫们必须清掉田里所有跟主粮抢资源的野草，马齿苋首当其冲，它生长极快，抗旱耐热，种子海量。一颗马齿苋一个夏天可以结出24万颗种子，这些种子掉到地上之后，可以在土壤里修活达40年。等到哪天你离地翻土，把它们翻上来，遇到阳光雨水就立刻发芽。换句话说，农夫今天用了再强的除草剂，把田里的马齿苋杀得片甲不留。20年后，你还是会在同一块地上看到它探出头来。它根本就是植物界的小强，怎么杀都杀不死。更要命的是，工业化饲料让猪、牛、鸡、鱼都改吃玉米和黄豆。这些饲料富含 Omega-6， 而几乎不含 Omega-3。动物身体里的脂肪酸结构因此彻底改变，再透过肉、蛋、奶传到我们身上。今天我们现代人的 Omega-6 比 Omega-3 比例竟然从祖先的1比1恶化到了1比15，甚至1比20。这个失衡正是慢性发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过敏、自体免疫疾病背后最关键的营养学伏笔之一。马齿苋不止 Omega-3 高，它的 Omega-6 对 Omega-3 比例还低于4比1，是极少数真正接近祖先饮食结构的绿色食材。换句话说，每一口马齿苋都在替我们把这个被工业化撕裂的脂肪酸天平轻轻往回搬一点。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只小杂草的全身武装。每100克新鲜马齿苋钾含量高达494毫克，是同样重量香蕉的1倍以上。每68毫克钙65毫克，磷44毫克，铁将近2毫克，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贝塔胡萝卜素、叶酸、核黄素，几乎想找的都有。它的维生素 E， 也就是阿尔法生育酚，含量在绿叶蔬菜中名列前茅。每100克装着超过22毫克，它的维生素 C 也高得惊人，每100克新鲜叶子里有 26.6 毫克。它含有麩光甘肽，这是被细胞生物学家称为主抗氧化剂的物质，是身体解毒系统最关键的内源之一，多数绿叶蔬菜里几乎找不到。更妙的是，它还含有一种叫做褪黑激素的物质，含量在所有蔬菜里名列前茅。褪黑激素是调节睡眠周期的关键激素之一，从青春期之后，在人体里会随着年龄逐年下降，这也是为什么长辈越老越难入睡。但褪黑激素不只管睡眠，它本身就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直接清除自由基。伊朗的研究团队发现，马齿苋种子里的褪黑激素含量足以对糖尿病女性的血糖控制产生显著作用。换句话说，这棵植物自己就会分泌一颗天然安眠药兼抗氧化丸，它的叶子里还含有一种粘液状的多糖，这就是约伯记里提到的那种华。这种粘液在现代研究中被证实具有降血糖、护肠胃、抗发炎的多重作用。它含有去甲基肾上腺素、多巴胺、多巴等生物胺类成分，能够辅助调节血压、稳定情绪。它含有一类叫做奥雷拉辛的特殊生物碱，是马齿苋独家，其他植物找不到的成分，被现代药理学发现具有显著的抗发炎潜力。它含有大量的黄酮类化合物，例如胡皮素和山奈酚，这些都是被现代研究证实有抗肿瘤、抗发炎、保护血管内皮的明星抗氧化剂。近10年来，马齿苋进入了现代随机临床试验的视野。2022年的一篇系统性回顾整合了16项随机对照试验，总共1122位第2型糖尿病患者，结果发现马齿苋能显著降低空腹血糖、糖化血色素和胰岛素阻抗。2024年，伊朗发表的另一篇随机双盲试验，针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患者，发现马齿苋粉能够显著改善肝功能指标，降低发炎因子 NF 卡帕贝，降低 C 反应蛋白，并提升好胆固醇。更多动物实验显示，它能降低多种发炎指标，包括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同时提升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氢酶、麩光甘肽过氧化物酶等内源性抗氧化酵素。中医古籍里说，它能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利尿通便，能治痢疾，能消臃肿，能化丹毒。
那些看似玄妙的中医描述，到了今天一一被分子生物学印证。世界卫生组织为什么会把这种杂草列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药用植物之一，并且给它一个听起来像神话的称号——全球万灵药？因为它真的横跨欧亚非美四大洲，几乎每一个有人定居的角落都有人在吃它，在用它。摩洛哥人把它和橄榄、腌柠檬、香料一起煮成传统野菜料理，希腊人把它放进费塔起司沙拉里，再淋上初榨橄榄油。土耳其家庭主妇把它跟优格、大蒜一起拌成凉菜，墨西哥人把它叫做韦多拉加斯，拌进玉米饼内馅里，搭配猪肉炖煮。黎巴嫩人切碎了和番茄、洋葱做成蔬菜沙拉法涂省，印度人把它入咖喱，配马铃薯炖煮。中国人凉拌、包饺子馅、做煎饼、晒干做汤。台湾阿嬷拿来煮鱼汤、做咸粥。更传统的吃法是和九层塔、姜丝一起爆香炒。日本山形县的居民把它焯熟拌酱油、柴鱼片，每年夏天都不能少。一棵植物能够在6大洲的厨房里同时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种跨越文明的奇迹。读到这里，也许你会问，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该马上去公园挖一把回家炒？等等，先别冲动。马齿苋虽好，吃法上有几件事情你必须知道。第一，马齿苋含有相对较高的草酸，每100克新鲜叶子大约670到870毫克。草酸进入人体后，如果遇到游离的钙质，就有机会形成草酸钙，这正是肾结石中最常见的一种类型。所以本身就有肾结石病史、高尿钙症的人，吃马齿苋之前一定要请教医师，并且千万不要一次吃太大量。第二，缓解草酸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入锅前先用滚水汆烫30秒到1分钟，再捞起来沥干，能大幅降低草酸含量。同时搭配富含钙质的食物一起吃，例如豆腐、小鱼、前起司、优格，让草酸钙在肠道里就直接结合排出，反而能降低被吸收进入肾脏的风险。第三，马齿苋性味酸寒，体质本来就脾胃虚寒，容易腹泻，手脚冰冷的人不适合大量长期食用，吃了反而伤脾胃。中医古籍里写得很清楚，脾胃虚寒者、肠滑腹泻者、便溏者以及孕妇，原则上禁用或慎用。本草纲目特别指出，它能利肠滑胎，意思是会刺激子宫收缩，因此早期、中期怀孕的妇女绝对要避免。但有趣的是，古代产婆在产妇临盆前反而会给她吃一点，帮助顺产。第四，因为它有降血糖、轻度抗凝血、影响血压的成分，正在服用降血糖药、抗凝血药，例如华法林、降血压药的人，吃之前最好咨询医师或药师，避免药物效果相互叠加。第五，请务必认准正确的马齿苋。马齿苋科和苋科是完全不同的2个科，市场上有时会混淆马齿苋和一般苋菜，请以那种匍匐在地、叶子肥厚、像小匙子、像马牙齿、茎带点紫红色、掐断后有粘液的版本为准。野外采集时，更要避开马路边农药喷洒过的田埂，可能受重金属污染的工业区附近。家里有后院或阳台的，其实可以自己种，几乎不用照顾，给点阳光和零星浇水就能长一大盆。说了这么多，我们再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这种被7000年人类文明肯定的超级植物会被现代社会当成杂草？也许答案就藏在我们先前说过的那个食物工业化的逻辑里。现代食品工业需要的是长得整齐，能机械化采收，容易长距离运输，上架2周不烂的食材。而马齿苋呢，它喜欢到处乱跑，叶子柔软易压烂，最佳赏味是现摘现吃，根本不符合超市货架的标准。它的种子在土壤里可以休眠40年，农夫除不尽，于是恨不得用最强除草剂把它赶尽杀绝。它免费，它野生，它不需要农药，不需要肥料，不需要灌溉系统，不需要种苗公司，它根本不是现代农业资本链条上的一环。它太好养，太多产，太自由，太草根，于是它在资本与工业的眼里就毫无价值。它不需要被包装，不需要被品牌，不需要行销团队，
因为它就长在你的窗台下、你的水沟边、你的后阳台花盆里。一棵不能被卖的植物，在现代社会几乎等同于不存在。我们这个世代的悲哀，也许就是把所有不能被计算成 GDP 的东西都统统视为没用。可是大自然从来不会错，能够在7大洲存活7000年以上的物种，怎么可能是杂草？能够同时拥有 C4 加 Chem 2套顶级光合系统的植物，怎么可能是平庸？能够让克里特岛老人比荷兰人多3倍 Omega 3，能够被希波克拉底写进医典，被神农本草经列为9服亲生的上品，被李时珍记录本草纲目，被杜甫写进诗里，被梭罗在瓦尔登湖煮成晚餐，被世卫组织封为万灵药的小草，怎么可能毫无价值？也许我们真正该重新检讨的，不是这棵小草，而是我们自己对杂草与庄稼、废物与珍宝的判断。一个社会习惯把不能被资本化的东西称作没用的杂草，把不能被计算的价值称作多余的存在。可在这个越来越多人受困于慢性发炎、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失眠焦虑、自体免疫疾病的时代，也许救我们的从来都不是货架上闪闪发光的营养保健品，而是那些被我们遗忘在墙角、踩在脚底下却仍顽强生长的绿色小生命。下次当你在公园的水沟边、田埂的缝隙里、自己后阳台的花盆角落，看到那种叶子肉肉、像小池子、茎带点紫红色、掐断会冒出粘液的小植物时，请弯下腰，仔细看它一眼。它不是杂草，它是7000年来陪伴人类走过所有饥荒与瘟疫的绿色守护者，是希腊老人血管里那3倍 Omega 3的秘密，是耶鲁科学家眼中的超级植物，是世卫组织笔下的全球万灵药，是神农本草经里的9服亲生，是李时珍笔下的散血消肿，是梭罗日记里那一顿令人满意的晚餐，更可能是大自然留给我们这个失衡时代的最后一张处方笺。